一般来下吃的大碗。很多人来兰州只知道拉面，但其实这座城市藏着的东西远比一碗面要的深得多。今天我们要带你从2000年的丝绸之路一路吃到镇宁路最烟火气的那条夜市，准备好了吗？我们一起出发吧。甘肃博物馆是我们这次兰州旅行里面最意外的一个惊喜。说实话，来之前没有特别期待，可是一进去才发现这里的馆场真的是远远超出想象。第一个展厅是恐龙。甘肃这片土地在几亿年前曾经是恐龙的家园。看着这些巨大的化石，你会突然意识到，我们脚踩着的这片黄土地承载了多少我们根本无法想象的时间。丝绸之路这4个字我们从小就听过，可是当你站在这些文物面前，才真正感受到它的重量。这条从长安出发，横贯中亚，一直延伸到欧洲的古道，连接了多少个文明，带走了多少个故事。兰州就是这条路上最重要的节点之一。这里的每一件文物，不管是丝织品、陶俑还是古币，背后都是一段真实走过的历史。青铜器这个展厅展出的是甘肃出土的各种青铜文物，每一件看起来斑斑锈迹的器物，在当年都是那个时代最高端的工艺品，这种质感是任何复制品都给不了你的。在彩陶展厅里有一件文物，很多人路过都会停下来，不是因为它有多大，而是因为它有一张脸。这就是人头形器口的彩陶瓶，距今大约5000年，1973年出于甘肃天水的大地湾遗址。你看它嘴巴微微张开，神情端庄又带着一点点俏皮。有人叫她黄河女神，也有人说她代表的是母系氏族时代的祖先崇拜。而且这是目前中国发现的唯一一件人头形彩陶瓶，全世界就有这一个。我站在她面前，感觉时间突然变得很短，5000年好像就隔着这块玻璃。从5000年走到2000年后，下一件是一块砖，意识图画像砖，未卜实际，均近将近1700年。画面很简单，一个骑马的信使，头戴小冠，一手拉着缰绳，一手高举着文书，马四蹄腾空，全速奔驰。那匹马画得极好，粗颈肥屁，细腿小臂，你几乎能感受它奔跑时的力量和速度。可是你仔细看这个信使的脸，它并没有嘴巴，这不是画师忘了画，而是刻意为之。古代世传保密第一，信使只能听，只能看，不能多说一个字。一张没有嘴巴的脸，说的是整个世传制度最重要的规矩。这个细节让我在这块砖前站了很久。然后我们看到了它，马踏飞燕，中国旅游的标志，甘肃博物馆的镇馆之宝。这件东汉时期的青铜器，距今将近2000年。你看这匹马，三蹄腾空，一蹄踏在一只飞燕的背上，整个重心完全靠那一点来支撑。2000年前的工匠，在没有任何现代工程学的情况下，就已经解决了这个力学问题。如果你来兰州，博物馆是一定要来的，而来了博物馆，这匹马你一定要亲眼看一看。看完了2000年的历史，肚子开始抗议了。我们从博物馆走出来，傍晚的兰州，空气里已经飘着烟火的香味。下一站，镇宁路。经过小红书网友的推荐呢，我们来到镇宁路小吃夜市来寻找美食。它到底有什么神奇的力量呢？那我们现在就去看一看吧。镇宁路夜市是兰州最出名的小吃街，天一黑呢，这里就变成另一个世界，烤串的烟，炸物的香，人声颠沸，走进去就不想出来。我们今天要把这条街的精华一样一样的吃给你们看。我们找到了网上面说的长胡子老爷爷。来到呢镇宁路，第一站一定要找这位老爷爷，他卖的是一碗热腾腾的鲜牛奶鸡蛋醪糟。听起来简单，可是配上花生、葡萄干，还有那个芝麻香，那种清清淡淡、不腻不甜，刚刚好的味道。牛奶醪糟，还有鸡蛋，有花生，有葡萄干，还有鲜牛奶。哇，它的鸡蛋好黄的，真的吗？加烤功夫，它烤功夫哦。不错，好过那个芝麻香。就是牛奶的清清淡淡的牛奶，加上那种芝麻香，配上它的花生香，非常好的一个饮料。然后呢，
我们现在呢也叫了这旁边的肉夹馍，然后呢是鸡肉的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哇，那个肉是做到，这很好吃，它的孜然哦、松头还有辣椒，能看满满的肉。我觉得它那个肉很香，配上它的大葱，就会有那种咬下去的脆脆的感觉。然后还有青椒，可是不会很辣，我感觉 OK。它的这个肉呢是比较香，比较辣，有一点就是炭烤的那种香的味道。而且它就是加上这个葱头，所以你才感觉还有那个饭气。吃完下一站。这里真的是应有尽有，有烤的，有章鱼丸，也有铁板豆腐、铁板鸭血。好香哦，好香哦！古鸡爪，真的是吃不完了，太多东西吃了，好多样哦。烤羊那个羊头拿来用水煮都有的是。对的，你看我看不要这什么都有。对，就是二是红色的，里面加的果泥汁，加的甜皮，加的杏皮，喝起来带一点酸甜的好喝。叔叔给我们介绍，这杯饮料其实是3合1的，有甜胚子，有杏皮茶，还有梨水。甜胚子呢是兰州本地的发酵饮品，有点像玉米的味道，嚼起来 QQ 的。杏皮茶来自新疆，酸酸甜甜。梨水则是用冰糖熬出来的。3个合在一起呢，喝起来就是那种清爽、解暑又暖胃的感觉。叔叔说这个有健脾止渴的功效。然后我是96年开始做饮食嘛，以前也是饮食嘛。这本来就是兰州市的一条这个小吃街嘛。但是做的越来越好了，因为他这个规划、规律他都做得好，老板也管理好，管理的也好，我们市场也严格的也管理这个。好的，谢谢你哦。观众朋友们，记得来这里找叔叔买哦。叔叔，拜拜，谢谢。好啦，重头戏来了。镇宁路最出名的当然还是这个羊肉串，这里的师傅呢用大火把一肥一瘦的羊腿肉烤得滋滋作响，然后撒上孜然、辣椒粉还有椒盐，整个呢香味在空气中飘着。羊肉串，哇！你看它那个辣椒的汁都滴下来，很香啊，看到就很饿了。这个呢是它甜胚子，可是它是配一个梨水的，有杏皮茶，有梨汁、冰糖，还有甜胚子的组合，冷凉的，看起来很好喝。来，我们先尝试它的羊肉串儿。话不多说，太香了，这个。那羊汁都逼出来了，真的是很值得吃。太好吃了。哇，那个肉嫩嫩的，停不下来，好喝。它的汁哦，非常的鲜甜，而且那个油哦，直接咬的时候会整个喷出来，一点点的咸，太好吃了。来，吃完热的羊肉串呢，我们就要配上一个解渴的，来喝下这甜胚子，可以喝到有那个杏皮茶的酸，然后再加上梨水的甜，然后是酸甜的感觉，有一点像那个玉米的感觉，可是是有的咬的，是那种很自然的果的那种甘甜，很好喝呀，我觉得不错。杏皮是新疆的一个水果的特产来的，很能够下火的感觉，真的是绝配。羊肉串配这个茶 ，perfect。吃着羊肉串，突然听到对面飘来古筝的声音，转过去一看，有一位小姐姐穿着古装在夜市里现场弹奏。那一刻，烟火气加上古典音乐，这种感觉真的只有在中国的夜市里才有哦。正要走的时候呢，突然被这个东西拦了下来，那就是烤生蚝，一粒才5块钱，加上蒜头、辣椒，还有浇上酱汁，整个烤得滋滋响。真的是很好吃，你试试看。哇，难怪老板讲串一个会停不下来，要再浇多浇几个。讲真，它只是煮熟了，所以它几乎变成了汤。OK， good。今天我们从5000年的黄河女神走过意识图里那张没有嘴巴的脸，一路来到了马踏飞燕面前，然后从博物馆走出来，在镇宁路上吃到停不下来。一座博物馆告诉你兰州是谁，一条夜市告诉你兰州今天活得有多精彩。如果你还没有把兰州列入你的旅行清单，现在是时候了。喜欢这种内容的朋友们，记得订阅我们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。